上一世我死得极惨，闺蜜刘青青下班回家，竟在柜子里发现个男人，我让她报警，她却圣母心泛滥，她还只是个20岁的孩子啊，给她个机会吧。我坚持报警，结果那男人恨上了我。半夜他潜入我家，将我残忍分尸，我的尸体落入野狗口中。事后我看着搂着刘青青一脸担忧的男友凌晨，他还说宝宝不怪你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重活一世，回到刘青青发现男人那天，事实保安发现我家柜子里有个男人，我好害怕。我勾唇一笑，那只是个孩子，你可以用爱感化他的，难不成你还想报警？那还只是个孩子啊。闺蜜被我的话弄得不知如何作答，她张了张嘴，想说啥又没说出来。她肯定觉得我不该是这反应。哼，上辈子我就是个蠢猪，把刘青青当知心好友，每次她被人刁难欺负，我都出头，可她却去唱白脸，轻飘飘来一句没事的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从来都没怪过你，搞得我里外不是人。上一世我以为闺蜜太善良，恨铁不成钢，这一世我才明白她就是个利己主义的圣母婊。前世我坚决要她报警，把陌生男人送警局，她一脸为难，还是不要了吧，她才20岁啊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我努力讲道理，这就是个犯罪未遂的恐怖分子，哪是什么孩子？你没看到他手上的绳索和抹布吗？要不是保安发现，你就惨了。你放过他，只会害别人。可不管我说啥，他都是一脸不忍。那被保安抓着的男人也因此恨上了我，他后来潜入我家，躲在床底，把我分尸杀害。而刘青青呢，在网友面前掉几滴鳄鱼眼泪，就投入我男友怀抱。我到死才知道被戴了绿帽子。想到这儿，我恨不能把这3人千刀万剐。现在没我衬托，刘青青不好塑造人设。保安问要不要报警，刘青青脸色惨白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那男人。可是他会不会再来啊？他眼神看向我，盼着我说出报警的话。我假装没听见，可不敢多言。那个变态还在呢。刘青青咬咬牙，下定决心，要不还是别报了。我相信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才20岁，应该有光明未来。保安都无语了，我却看到那男人鸭舌帽下嘴角微微勾起，我倒要看看这一世没我挡灾，他还能不能安然无恙。刘青青肯定想不到，这男人可不是可怜少年，而是个变态，喜欢先奸后杀再分尸。我上一世死后才知道，这男人从小残疾，心理扭曲，对美好正义的事格外厌恶。上一世他被问为啥杀人，嬉皮笑脸地说，谁让他那么正义，还要报警抓我？幸好她那个闺蜜是个蠢货，哈哈哈，她都不知道吧？要不是她那圣母心闺蜜不小心告诉我她家钥匙藏在消防栓里，我都进不去。本来我只想杀那个圣母婊，谁让她多嘴？当时我气得灵魂都要炸了。看到男友和刘青青鬼混后，我更怀疑刘青青不是不小心，但我没想到她骚操作还多着呢。第二天，她带着那男人来敲我家门，事实她无家可归了，家人都不在了，一直捡垃圾为生，好可怜啊！你能不能收留一下她？我惊呆了。刘青青要我收留杀人未遂的恐怖分子，我心里气炸了，但不敢表现出来。那变态还看着呢。青青，你好善良啊，可我家最近要搬家了，还没找好房子，打算去公司对付几天呢。这我也爱莫能助啊。我越夸刘青青善良美丽，那变态对她兴趣就越浓。果然，那变态眼睛亮了。刘青青不信，踮脚朝我屋里看，我大大方方让开。开玩笑，我哪还敢住这？一个杀人犯随时可能来分尸，还有个绿茶圣母婊在小区，给我100万我都不住。见我真把东西收拾到箱子里，大包小包堆地上，刘青青这才信。好端端的为啥搬家？那你出钱给这男孩找个房子，或者继续交房租让他先住着。刘青青的脸皮再次刷新我3观。我像傻子吗？不是我不想，是我家里人生病没钱了，我搬走就是因为付不起房租。要不青青你借我点吧。听到我借钱，刘青青下意识松开抓我胳膊的手，我心中冷笑，现在我这没办法。刘青青只好带着男人走了。走之前，那男人冲我似笑非笑，我毛骨悚然，还是命重要。送走刘青青，我就跟老板辞职，老板也没为难，他早想我辞职了，觉得我这岗位可有可无。我连夜收拾包袱回了老家，爸妈看到我回来很惊讶，我谎称不舒服辞职，他们信了。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直到男友凌晨打来电话，我故意等很久才接。凌晨拽的258万似的声音响起，张诗诗，你去哪了？青青说找你有急事，也不见你回。我冷笑，叫女朋友连名带姓，叫刘青青道亲切。说起凌晨，大学时为追我，冒雨送伞，生理期送饭，发烧没法听课，他翘课给我做笔记。要不是他当时追得轰轰烈烈，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至于他啥时候和刘青青勾搭在一起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哦，什么急事啊？凌晨被我漫不经心的语气气到。张诗诗，你什么意思？青青做好事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躲起来，
你还有良心吗？我上辈子咋没发现他们这么配呢？感情我上辈子没脑子，死得惨不冤。没事，这辈子我带脑子回来了。合着他俩一直觉得我该当冤大头。我呵呵冷笑2声，什么好事？窝藏犯罪未遂的罪犯吗？凌晨被我呛得语塞，因为他也知道那是危险分子。亲亲一个女孩子跟那种人住一块多危险啊！呵呵，他也知道危险，所以让我去。我活该当刘青青圣母婊人设的垫脚石。我没跟他多废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打开和刘青青的聊天记录，果然他这几天给我发了好多消息。诗诗，我想好了，这样吧，我先借你一点，你先拿去给这个小男孩先住着，后面你再还给我。我不着急的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诗诗，你不会是不想帮忙吧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还有没有同情心？接电话呀！你人呢？看到这些话，我心里那叫一个不爽。那个变态是我亲爹吗？还让我借钱供着他。不过现在我不能明着说破，怕那变态又盯上我。不好意思啊，青青，我这2天手机没话费了。我想了想，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。喂，刘青青接到我的电话，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我听到旁边有个男生，很熟悉，熟悉的让我心底发寒。这就是那个变态的声音。看来刘青青被变态缠上了。诗诗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回来吧，我还有钱，我可以先借给你。刘青青的声音都带哭腔了。我冷嗤一声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上辈子我被那个变态折磨了3天3夜，他当着我的面肢解我的大腿、手臂，还不让我痛快死。这一切都是刘青青圣母心害的。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，我得了红眼病。那个男孩你安置在哪里了呀？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敢肯定那个变态也在听。他在我家一直不走，我让他出去工作他也不去。家务，哎呀，青青，你人美心善，大家都知道你是美丽天使，人家小男孩去你家住几天怎么了？难不成你还想赶他走？我没等刘青青说完就打断了他。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出他那一脸吃屎的表情。我比他更了解那个变态，那就是个恶魔。他就喜欢看着猎物担惊受怕，一点一点被他毁掉。刘青青越抗拒，他就越兴奋。道德绑架谁不会呀？刘青青被我这么一说，也不好再说啥，我却假装无心的说道：对了，我男朋友凌晨还在那里，你如果觉得不方便，可以让他去你家一起住几天，陪陪你呀。开玩笑，光刘青青被折磨怎么行？凌晨那个死渣男也别想逃。闻言，刘青青语气惊喜了几分，像是突然想到凌晨是我男朋友，有些迟疑。啊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可我明显听出他声音都放松了。我无所谓的开口，没事啊，我相信你们，你们一个是我男朋友，一个是我闺蜜，我还不信你们吗？爱你哦，诗诗。刘青青语气欢快了起来，心底指不定还在嘲讽我这个蠢货，被戴绿帽了都不知道。我挂断电话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偷偷回去吃瓜，看不到那对渣男贱女被弄死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风头也闭了，我悄悄回去，他们应该不知道，其实那个变态除了心理扭曲，还有个特殊癖好，喜欢男的，特别是细皮嫩肉的男的。我保证他绝对会看上凌晨，到那个时候，凌晨才是真的惨。这也是我怂恿刘青青让凌晨过去住的原因。我记得刘青青家里有个摄像头，前段时间她出差，还让我帮忙看摄像头、喂猫。说起那几只猫，我心里不由伤感几分。那是3只流浪猫，在小区楼下流浪，被刘青青看到，为了塑造圣母人设，硬是抓回自己家。但她一点都不喜欢猫，那几只猫基本都是我出钱买猫粮，大部分时间也是我喂。刘青青喂的那几次还是特地拍视频用的。后来我因为工作没空喂，那3只猫被活活饿死了。我费了一会儿功夫找到云端账号密码，登录上去。刘青青的房子有个阳台，当初那个变态也是从阳台进去的。现在摄像头位置在门口，比较隐蔽，却能看到大致全貌。我能看到阳台、客厅和厨房。我看到凌晨和刘青青2个人在厨房你侬我侬，卿卿我我，恶心死了。怪不得这几天我给他们打电话，2个人都装死，原来是忙着讨论生物哲学呀。他们亲得难舍难分的时候，却没注意到阳台一直有个人在盯着他们，眼神阴鸷恶心。那个变态半蹲在阳台茶桌底下，看着2人，手在底下不停地耸动着。由于灯光反射，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晦暗不明的笑，吓得我连忙丢掉手机。而2人还一点都没察觉危险即将到来。我做好心理建设，再度拿起手机，2人已经暂时分开嘴上的动作，但却更加不要脸了。正准备干柴烈火的时候，刘青青一个转身，跟那个男人直接来了个对视。啊！他着急忙慌地拿着衣服挡在自己面前。凌晨被他的叫声吓了一跳，被强行打断好事。他明明有些怒火，但还是隐忍着，温柔地问道：怎么了，青青？我只觉得作呕。刘青青语无伦次地指着阳台外面的男人，而男人也不再躲着，见自己被发现，沉
沉默地直接跑进另外一间客房，快速关上了门。说实话，圣母心到这种地步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两室一厅都舍得施舍一间给陌生人住，两人都被吓了一跳，也没心思再继续干那种事。我看到凌晨小心地哄着刘青青，而刘青青则躲在凌晨怀里嘤嘤地哭着，感觉刚刚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恶心又涌了上来。陈哥，你说那男孩会不会真的杀人啊？我也是看他年纪小小，比较可怜吗？凌晨脸色不悦，还不是张诗诗那个贱人，好端端搬什么家？我们青青那么善良，他作为朋友举手之劳的帮衬，不是应该做的吗？我恨不得通过摄像头把手伸过去，把这对狗男女掐死。老娘上辈子欠你俩的呀！我气死了，感觉脑子都在嗡嗡作响。突然我想到一个能让两人快速作死的法子，我打开微信，找到刘青青的微信。青青，你在吗？刘青青正躲在凌晨怀里，看到我的消息下意识就心虚了。我假装不知道，凌晨在你那边怎么样啊？你们没有尴尬吧？他俩尴尬就怪了。凌晨看到我的消息，还把我当成他们 play 中的一环，在刘青青的小嘴上啄了一口，惹得刘青青咯咯咯的娇笑起来。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刘青青终于回了我一句，还好啊，凌晨人挺好的，好羡慕你哦，诗诗有这么好的男朋友，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我心里冷笑，很快你俩就笑不出来了。青青，你做了那么大的好事，为什么不更新一下你的短视频呢？就你那个抖音的账号啊。刘青青有一个抖音账号，专门用来凹人设，之前她假装收留猫咪的视频也是在那里更新的，还收获了10几万粉丝，粉丝们还亲切地叫她天使姐姐。两人被我这么一点醒，立马反应了过来。对哦，要不是张诗诗这个蠢货提醒，我都忘记了，我们可以去拍视频直播呀。我这么好心，估计这一次还能获得不少礼物呢。凌晨也点了点头，这个男的也不说话，还真挺吓人。直播也好，要是我们有个3长2短，他也跑不了，白吃白喝我们的，用他赚点钱怎么了？我看着鱼儿上钩了，心里止不住狂喜。他俩恐怕不知道，那个变态最抗拒的就是在网络露脸。他小时候因为残疾，被一帮半大的小子霸凌、喂屎、撒尿，什么都有，而且那些孩子还把视频传网上了，因此这个变态尤其抗拒有人偷拍他发到网上，那些都是他阴暗不堪的回忆。而此刻的刘青青两人并不知情，还在兴奋地讨论着方案。我从摄像头里看到两人兴奋地计划着，都想好赚钱怎么花了。我比他们还兴奋，两人偷偷从窗外拍了那个变态一小段视频，因为是偷拍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大致长相能看出。刘青青还在下面配文，最近看到一个男孩无依无靠，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太可怜了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，真希望弟弟赶紧振作起来呀。视频发出后，流量慢慢上来了，因为账号人设的缘故，很少有人质疑作假。评论区清一色夸刘青青人美心善，刘青青一个一个回，谢谢宝贝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没事的，帮助困难的人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从来都不觉得辛苦的。见点赞涨到9万左右，两人看热度差不多了，置顶了一条评论，统一回复一下大家。目前男孩已经没有家人了，也没有找到工作，暂时居住在我这里，我跟我男朋友都同意了，只是这个男孩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也有点着急，我1个月工资也才3000多，介绍给他也不太合适。好一个一语双关，巧妙告诉网友他没钱，也告诉网友那个变态在他家蹭吃蹭喝。果然，评论一发出，底下又开始歌颂刘青青伟大，还有粉丝提议让刘青青开直播给他刷礼物，刘青青假意拒绝，屏幕后面却笑开了花。不过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，他们声音太吵，惊动了那个变态。我眼尖的看到客房门打开一条缝隙，而两人还没察觉。男人见两人笑得开心，也跟着阴恻恻笑起来。明明知道他看不到我，我还是毛骨悚然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男人听到两人盘算，听到他们偷拍自己，嘴角咧得更大。而被他折磨过的我知道，这是他准备对猎物实施折磨的笑容。果然，晚上男人走出房门，熟练地用东西撬开主卧锁头，因为监控死角，我只能看到他半个身子在房门前站了几分钟，就顺利打开门进去了。房间里发生啥我不知道，这就要来了，我内心既害怕又激动。我知道他不会一下子弄死两人。很快，一个被毛巾捂住口鼻的人被男人拖了出来，我认出是刘青青。虽然房间没开灯，但摄像头夜视功能让我能看清此时的刘青青紧闭双眼。我突然庆幸摄像头足够隐蔽，刘青青被男人像死狗一样丢在地上，男人又折返进房间，把凌晨也拖了出来。看到两人身上不着寸缕的样子，我恶心了一把。他把两人绑在一起，也不着急折腾他们，就像变态一样摸着凌晨身体，像在摸绝世珍宝。纵然心里有准备，我还是被这画面冲击了。足足过了2个多小时，两人才因疼痛悠悠转醒，发现自己被绑。刘青青剧烈挣扎起来，看向男人的目光充满恐惧。看到刘青青害怕，男人明显被取悦，
直接笑出了声。你想干什么？小心我报警！男人被刘青青天真的话弄得兴奋起来。是，报警？你不会的，我弟天使宝贝。他拿着刘青青的手机，用力拍打刘青青的脸颊。而另一边的凌晨意识到自己被面前恶心男人侵犯后，精神崩溃，看着身上恶心液体，快要吐出来，企图大喊引起邻居注意。男人直接把一条毛巾塞到他嘴里。宝贝，你要是这么不乖，我可要生气喽！刘青青和凌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男人扯着刘青青的头发，把她拽过来，直接当着她的面割下她一根小拇指，把玩起来。刘青青早被吓晕过去，男人觉得没意思，把两人拖进卫生间后，自顾自躺在沙发上睡了起来。不愧是变态，我根本不敢关掉监控，反复确认关闭麦克风权限，这才放心。前世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闪现。等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要看监控时，刘青青已经被男人抓回来，穿上衣服。男人让她把抖音视频全部删掉。刘青青哪里敢，她就指望着这个救命呢。男人见她不同意，眼都不眨，直接割下她的食指，像觉得好玩一样。他把2根手指都丢进锅里，用油炸了起来。我看得心惊肉跳，前世我被油炸的场景又像经历了一遍。不同的是，此刻是刘青青在遭罪。见到这场景，刘青青再也忍受不了，再度吓晕过去。我知道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对可能犯罪的情况知情不报有点危险。我把记录用特殊办法清理了，退出账号。很快我就接到刘青青的电话，看到来电显示那一刻，我有些惊讶，刘青青居然有办法联系外界。诗诗，你在哪里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凌晨说想你了。我眯了眯眼，没说话。见我不搭话，刘青青一下子慌了。诗诗，你在生我的气吗？那个男孩已经被我们送走了，他找到工作了，你过来跟我住几天吧。我再傻也明白他的意思了。刘青青肯定和那个男人达成了协议，打算把我骗过去。呵呵，真是好闺蜜，受难也不忘害我，是吗？可是我昨天还刷到你们的抖音说，那个男孩还在你家，没有找到工作呀，被我拆穿。刘青青语气带上几分紧张。诗诗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骗你干嘛？骗我干嘛？当然是要我的命呗。我装死，就是不去。那个变态杀人上瘾，他不报警，还想拖我下水，不去。我直接挂断电话。此刻一条关注的博主推送消息跳了出来，30分钟前，刘青青更新了一条新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她向观众说明，昨天拍的视频都是她造谣的，男孩其实是她弟弟，这一切都是她为了赚粉丝同情，想开直播接受打赏，自导自演的。评论区比昨天还激烈，全都在痛骂刘青青。呸！某些粉丝还说什么天使姐姐，打脸了吧？网络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败类，才会变得乌烟瘴气的，消耗大众同情心。不恶心啊？楼上的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女的就是凹人设的，我跟她一个小区的，亲眼看到她往垃圾桶丢过3只死猫，你们还不信，说我嫉妒她。不过也有人质疑刘青青为什么会自爆，良心发现了呗，估计是她弟弟看不下去了呗。这种人就是恶心，网友就是这么墙头草。比起被网络暴力，我相信此刻的刘青青两人更担心的是那个变态。或许是我没被骗过去，惹怒了那个男人。刘青青的手机这几天一直给我发消息，越来越频繁，我不知道是他发的还是那个男人发的，只是敷衍几句，绝不答应他让我去陪他的请求。凌晨也给我发了好多信息，宝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你，宝贝，你怎么不理我？快理理我呀！我好久没跟你一起看电影了，宝贝。到后面我一直不同意，他也恼羞成怒，开始恐吓我，张诗诗，你再不过来，我们2个就到此为止。没想到你这么冷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得不说，这2人道德绑架玩得真溜，我就像听不懂人话一样，不去也不拒绝。不是说我是蠢货吗？蠢货听不懂人话很正常吧？但我不能删他们，因为在大家眼里我没理由删，删了会被人怀疑。过了几天，他们不给我发消息了，估计那个男人没耐心了，决定先弄死他们俩。2人恐怕正在经历我上一世的遭遇。呵呵，我好想看看凌晨这时候还能不能温柔搂着刘青青说，不怪你宝贝，你只是太善良了而已。再次听到刘青青和凌晨的消息，是在社会新闻上，震惊，一男一女被残忍分尸在家中。新闻醒目的标题高高挂在热榜第3，这起案件的恐怖程度让人害怕。据知情人爆料，2人尸体发臭才被发现，楼上的人知道楼下发生命案，吓死了。怪不得那几天老是半夜听到有人剁肉，原来是杀人。警察和法医到的时候，2人的尸块被一块一块用绳子挂在阳台上，像晒腊肉一样。犯罪嫌疑人还大摇大摆躺在房间睡觉。警察到的时候，他还狡辩这是新买的猪肉，但那2颗头颅让他无可辩解。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跑，估计这种人舍不得离开战利品。就像前世，他杀了我后亲自提着去喂野狗，
要不是有吃剩的骨头和残渣被检测到，我还不一定能看到那个变态被绳之以法。网上流出1、2张没打码的照片，别人或许不敢看，但我盯着看了很久，看着看着笑出了声。原来，如果我没识人不清，被分尸的就不会是我。据说警察审问嫌疑人为什么杀人时，男人笑得很贱，什么为什么？想杀就杀喽，他这么善良，我真好奇他的心是不是带着圣光的吗？他们那么废物，不杀了还浪费我的粮食，整天威胁我，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了。叫我去那里住的是他们，让我滚的也是他们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吗？我原本也不想杀那么快，但他们居然想逃跑，我一不小心就把喉咙割破了，嘻嘻，真是不乖。明明说自己那么善良，我说要看一下他心脏的时候，他居然拒绝我，那风轻云淡的语气，连从事20余年的警察都觉得害怕。我也被传去问话，有保安作证，警察综合调查排除了我认识这个男人的嫌疑，得知这个男人早就潜伏进过刘青青家，而他没报警时，警官也无语了。他们发现监控，回看记录，知道凌晨是我男朋友后，还安慰我，小姑娘，以后交朋友可要好好看清楚人啊，幸好你那天没有多管闲事。我们看了监控，他们打算把你骗过去，然后让那个杀人犯放了他们2个，居然还有人信杀人犯的话。不过你这男朋友和朋友死的也不冤，只有我知道，我真的死过一次，因为识人不清，那个变态被执行死刑后，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这辈子我再也不用经历被分尸、被油炸、被野狗吃的滋味了。我看着自己完完整整的身体，哭出了声。没了生命威胁，我格外珍惜小命。最后，我选择留在老家发展，对人情世故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。遇到喜欢瞎同情别人的同事，我也敬而远之。同时，我还开了个自媒体账号，给女生科普安全小知识，告诉她们要是永远别放在消防栓或门店底下，